今天要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，就是龙代的葡萄酒新年份呢有没有进步？走。再见啊！虽然我说了，龙代其实呢，对于中国葡萄产业来说呢，不是一个普通的酒庄，因为它背后的这个拉菲家族，使它成为了全世界非常引人注目的项目。正因为它这个背景呢，很多人对龙代的期望值非常非常高，使得可能之前的年份呢，大家略有点失望。但是我跟你说呢，在葡萄酒产业呢，真的是百年磨剑的，没有办法，第一年就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，尤其是在山东这种比较极端的多雨的产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这是我们龙代的杨主师，技术总监，怎么说？技术总监是吧？大家好。我们要评什么年份了？啊，我们22年份呀。22年份，然后呢，你对22年份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它还是在龙代的风格上，然后是一个进一步的延续，更加的优雅，更加的细腻，而且我们也在它保留了非常非常多龙代的这个特点。我们有一个词儿叫 subtility， 就是咸鲜感，它是有一个延续。但是呢，这个酒其实更比以往年份的，比上一个年份21年吧，其实它更细腻，长度非常长。21年份当然也很长，但是它是更强壮的。22年份呢，它更细腻，更优雅，我也很有信心，期待。完了，我要误机了。我的飞机已经开始登机了，好了，看到登机口了。好了，回到南宁了。在跟大家分享我的收获之前呢，方便的话给我点一个赞吧，有利于这个平台的推流。然后如果还没有关注的话呢，记得可以考虑关注一下。所以学到了什么呢？第一就是2022年是龙代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虽然在整个生长期天气很好，但是在临近采收，酒庄还是遭到了这个台风的侵袭。第二个点呢，就是2022年的龙代的主要品种居然是品丽珠，它占调配比例的41%的比重紧接着的是马思兰占34%，然后赤霞珠呢仅占25%。考虑到当地的气候，我觉得将品丽珠当做主角的是非常的有道理的，但是要注意并不是每年都会一样的。2023年起不一定是品丽珠为主的，这个得看当年的葡萄成熟的情况而定。喂，你可以上来接我。所以2022年的龙代有没有惊喜呢？没有，像长方前面所说的，它其实呢是延续龙代2017年以来的一贯的风格，就是中等酒精、中等主体、清爽的酸度和比较明显的生青味。但这也是庄主萨斯卡亚喜欢的风格，而且这种生青味成年后可能会与
橡木桶共舞成一种雪松的味道。好嘞，谢谢。所以关键呢，就是他们的葡萄酒有没有陈年潜力。这一方面呢，我们品到了，当然首个年份是2017年，而且说实话，除了当初的紫罗兰香气的补件以外，其他的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变化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葡萄酒呢，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陈年空间。哦，葡萄酒，白子。哦，女儿你好漂亮，我儿子呢？你儿子啊？啊？卖掉了我。卖掉了。哦。你乖了没有？没。欢迎喝过龙代的朋友们在评论区写写你们的感受。没有喝过的人呢，就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家中国酒庄。好，我们下期见。